很多人練截拳道的人從第一天起就走偏了，因为大家对化繁為簡的理解可能偏離了李小龍的本意。今天我就聊聊武術圈一個常見的認知偏差，花2分鐘看懂它，不僅能深入理解李小龍的真功夫，更能幫你避開生活中所有抄答案式成長的嚴重彎路。為什麼這麼說？你看，不少學習者在接觸截拳道時，容易跳過基礎積累階段，只關注幾個標誌性技術動作，嘴上喊着這是化繁為簡的精髓，卻忘了任何簡化都建立在扎實根基之上。這就像一對名校博士父母生了孩子卻不讓他上學，妄想用內功把幾十年的知識經驗直接灌進孩子腦子裡，可能嗎？零基礎的小孩必須老老實實從1+1等於2開始學起。但真正扎心的問題來了，既然人人都懂這個常識，為什麼一到練武和自我提升上，反而容易忽視基本功？脫口秀裡有句名言，我從來沒有擁有過名利，我拿什麼去淡泊名利？同理，你連基礎招式都沒練熟過，你拿什麼去化繁為簡？李小龍之所以能簡，是因為他早年深耕詠春，後來把拳擊、摔跤、空手道、法式踢拳、柔術全部研究了個遍。他在成千上萬次高強度的訓練中，把無數發力原理拆碎、重組、反覆驗證，最後才提煉出最直接有效的3兩招。注意，這是經歷過極致的繁才換來的簡。但絕大多數普通人是怎麼做的呢？他們從未把一個單招重複練過千百遍，從未體會過不同體系融合的認知衝擊，甚至連體能都尚未達標。他們誤以為李小龍已經把繁瑣的探索都做完了，自己只要高喊2聲李小龍偉大，抄個最終答案，就能瞬間掌握精髓。這就好比學霸刷了上千張試卷，總結出一道極簡公式，你把答案抄在手心裡，就誤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。真到了應用考場上，學霸依然能靈活運用，而只抄答案的你只能難以應對。那麼普通人到底該如何走出這個誤區？李小龍留下的從來不是將死的招式，而是一套求真的武道哲學。想要真正進步，可以參考這3步。第一步，放下速成心態，選定一個最基礎的動作，專注重複練習1000次。第二步，在專業指導下進行條件模擬練習，逐步驗證動作的適用性。第三步，根據你自己的身體條件，剔除無效的花架子，沉澱出屬於你個人的合理訓練方式。記住，你不可能去淡泊一個你從未擁有過的名利，更不可能去化簡一個你從未練透的技術。